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感觉跟整个世界渐行渐远，甚至连社交都让你倍感疲惫？在这个喧嚣又干扰不断的时代，孤独似乎无处不在。但你有没有想过，孤独真的那么可怕吗？还是其实它隐藏着一种转化为力量的可能性？在今天这个视频里，我们一起来聊聊如何把孤独这种沉重的情绪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独处力量，帮你找到内心的平静，重新认识自己。如果你正在经历孤独，不如跟我一起开启这段平静跟力量的旅程。当孤独感袭来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走出家门，约朋友，或者去参加个社交活动，试图从别人那里找到温暖和支持，用互动来赶走孤独。可是现实有时候不太给力，你走进社交圈，迎接你的不是热情和接纳，而是让人措手不及的社交焦虑。你发的消息迟迟没有回，有的时候呢甚至被忽略，别人的回应呢也远远没有达到你所期待的热度。结果呢，社交没让你变得更开心，反而让你感到更加孤独，失落感也越来越深。这就是孤独的恶性循环。你想走出去，想融入群体，但是社交的焦虑跟疏离感让你感觉很难与别人真正连接，于是呢，你又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孤独感反而更强了。这样的经历不断重复，很多人开始对孤独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抗拒。但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你社交的机会少，而是我们对社交的期待变得越来越高。我们习惯了靠外界的反馈来定义自己的情绪跟价值，一旦得不到回应，孤独感就像洪水一样涌上来，让人无所适从。那么，为什么孤独变得越来越普遍？首先，数字化时代让我们的互动彻底改变。现在你几乎不用出门就能跟全世界的人保持联系，社交媒体能让我们随时随地的互动，但问题是，这种虚拟的连接非常表面，根本无法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情感需求。你刷了无数条动态，点了很多个赞，但关上手机时，你内心却空落落的。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些能让人聚集在一起、建立真实联系的场所正在慢慢减少，比如社区中心呢、街角的咖啡馆呢，甚至教堂，这些原本让人交流结实的地方变少了。我们的社交呢，就变得越来越难，而情感上的孤独感也随之增加。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社会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快餐化。现在的人际关系常常很表面化，像一次性用品，用过就丢。社交媒体呢，又放大了我们的情感需求，一旦别人达不到我们的期望，我们就很容易感到失望、疏远，甚至直接拉黑。当社交变得脆弱、可替代时，那种孤独感也就愈演愈烈。最后，社会生活的便捷也让独处变得太容易了。你可以点外卖、追剧、打游戏，甚至一个人去旅行，几乎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就可以过得很好。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看似自由，却让我们慢慢远离了深层次的情感连接。久而久之，这种距离感就变成了孤独感，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蔓延开来。孤独总是让人感觉压抑、空虚，但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它未必全是坏事。孤独或者说是独处，其实是一种情感独立的表现。孤独是一种生命的必要，它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它让我们从外界的评论中抽身，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内心。当我们学会接纳孤独，它就像一面镜子，帮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同时它也是一把钥匙，
能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自我成长之路。孤独和独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主动性。孤独是一种被动的感受，通常伴随着社交缺乏跟情感支持的失落，而独处呢，是你主动选择的，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内心休假。独处就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专属的避风港，能让你放下外界的喧嚣，静下来感受自己的情绪，理清自己的方向，又好像主动辞去了一份不适合的工作，而不是被迫离开。独处带来的掌控感，让你瞬间脱离压抑和不安，重拾对生活的掌控权。只有学会独处的人，才能真正享受自由。独处不仅能帮你释放情绪，还能让你从内心变得更加强大。通过独处，你会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情绪也变得更加稳定跟平和。更重要的是，你和他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真诚、更深刻。因为只有当你学会和自己相处时，你才能真正的去理解、去拥抱别人。这样的情感连接比任何表面的社交都更有意义，而且会给你带来更持久的满足感。所以呢，与其害怕孤独，不如主动选择独处，把它变成一种能让自己更有力量、更有深度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如何把孤独变成独处的力量？试试以下几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吧。第一个方法，主动安排独处时光，每天留出一小段时间，属于自己的无人打扰模式，哪怕只是几分钟，喝杯茶，在公园散步，或者安静地读一本书。这些小而简单的瞬间，其实是你与自己深度连接的机会。当你专注于当下的感受时，那种平静感会悄悄地滋润你的内心，让你意识到独处是多么美好的存在。第二种方法，探索让你充实的独处活动，试着寻找能让你放松又有意义的独处方式，比如学习一门艺术，做些手工，或者静心冥想。在这些过程中，你不仅会感受到心灵的安宁，还能激发出更多的创造力。当你全身心地投入这些活动时，孤独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充满自由和可能性的体验。第三种方法，赋予独处选择感。孤独让人难受，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是被迫的。换个角度，告诉自己，独处是我的主动选择，是我为自己争取的一段宁静时光。当你这么想时，独处就从一种被动的情绪转变成你生活中的掌控感，那种力量感会让你重新拥有信心和自由。所以下次当孤独袭来时，不妨试着把它变成独处的机会，你会感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深深的宁静。这种宁静不是来自外界的安慰，而是来自你内心的力量。你会发现，独处不仅让你更坚韧、更真实，还会慢慢地改变你，让你更真诚、更有深度地与他人建立联系。孤独并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一个契机，一扇通往内心平静和力量的大门。当你学会主动选择独处，孤独就不再是沉重的情绪，而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它像一本久未翻阅的书，等着你去打开，重新发现自己，理解内心，找到平衡。孤独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力量。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孤独的时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和力量。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还可以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次的分享了。我们下期见，拜拜。